Hello，大家好，今天给大家来一场就是削弱以后的谋曹丕，就是一局。我个人觉得啊，就削弱以后的谋曹丕的话，可能更适合于反贼，对吧？反贼反正大家也不缺将，就是我单纯的给大家打了几局谋曹丕，胜率的话，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吧，我觉得还凑合，毕竟反贼胜率本来就高。当然我还是有时候有几局是我有失误的，就是还是停留在以前那种谋曹丕的思维里面。因为反贼的话胜率比较高一些，所以给大家直接带来一局，就是让大家看一看，你们客观的去评价，不要去二极管。首先我没有收国卡钱给他洗什么，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咱们大家不要二极管，因为只拿一个武将的强度弱将，咱们这个强还是弱来判定，明白了吧？我这里面也没有特别满意，他削完之后只是拿他当反贼，没拿他当主攻。主攻的话，我觉得他已经削的差不多废掉了，对吧？除非你给极其依赖你的忠臣了。但反贼的话可能有大大的搞头，我觉得咱们说一下，你想一想，如果你前期标记不缺的情况下的话，你相当于一个6张牌给自己的那个夏侯氏，这是曾经有个人跟我说的。这时候因为咱们在2号位刷一个必中牌刷个必中牌，防止咱们连个过牌都没有，或者锁不了技能。有人说锁什么技能？2个标记不是能让别人只使用基本牌吗？对不对？如果中会的，像中会是主攻选出来，这局我跟你们说一下，就不正常的人有多少啊？中会选主攻不正常。神诸葛亮其实是个忠臣，明告诉大家，先直接告诉大家，神诸葛亮是个忠臣，阻止中会觉醒，给中会大误，不正常。曹冲不知道来至尊场选曹冲当忠臣来干什么，不正常。诸葛亮不会打人，不正常，在那送牌呢，不正常。鲍三娘开局直接自尽，不正常。也就是这局里面所谓正常就我和6、7两个人，3个人。咱们看这一局啊，先给大家提前剧透了啊。然后钟会直接也不放弃，还怕死呢。你本来是希望第一回合觉醒的，怕死是吧？上个加1码，标记也没有，无所谓，给他送个标记，开个 OE 啊，咱们一定要给他那个啥锁他一些基本啊。打中一下，漂亮！你送了个标记也不怕啊，这个时候，然后把基本给他锁上，不用过牌了，把基本给他锁上。然后当我看见神诸葛亮跳中的时候，我懵了一瞬间，我说你神诸葛亮当中可以不可以当中？但是你是给那些强势主攻，比如说当时没削弱的谋曹丕就喜欢你的神诸葛亮，魏国神诸葛亮跳中，你尤其前卫直接大雾一给，超安全，安全度爆表。但是你觉得中会需要你那个大雾安全度爆表吗？咱也不知道，我当时还怀疑是不是他刷 AK 爆发打一套呀，咱也不知道。曹冲直接拿了2个桃啊，运气不错啊。有人说他拿2个桃代表啥？代表排堆桃现在真正的桃剩几个？剩9个了，也就是场上还有其他人可能刷出来桃，反正这是场上的桃加排堆桃就剩9个了，排堆桃变少了，也就是说你回血的话概率变低了。就是摸到桃，摸3张牌摸到桃的概率变低了，所以留桃源是很正常的一个现象，明白了吧？乐不思蜀直接乐后卫不用怕啊，这个乐法很奇葩啊，就是每次乐上手位都是这样的。大雾给的，本来马上快觉醒了，对不对？很贴心啊，暖暖的很贴心。结果我在主中方堆里啊，又打了我一滴血，杀了我一下。这费了半天劲，终于跳身份了，手上还有个明桃啊，曹冲这吃了个桃。结果鲍三娘不知道，我一开始说你是内奸吗？这么连一个跳反的诸葛亮，又连开那个啥曹冲了。我说你可别给曹冲送牌。结果曹冲又过了一个桃，还好拿了我张乐，又是同样的乐前卫，对吧？我不知道他为啥不喜欢乐主攻乐后卫，对吧？喜欢乐前卫。然后直接死了，我说是不是内奸呀？结果是个反贼，然后又扔了个桃，注意扔个桃，排队桃又不多了，7张牌以下的现在桃。许攸拿了张拆桥啊，这个时候，我当时在这里面说，许攸这个点的话，其实是有一定操作性的。许攸的话，这个时候可能是想要针对一些。当时这一刀下去的话，因为内奸我怀疑2个点，一个是他内，因为一开始的杀没给我看破嘛；另外一种就是许攸内，但我内心中更希望的是他是内，因为他够蠢。但是这样许攸这么打的话，明显他的内的概率更高一些。
因为许攸这是送牌啊，这属于。我记得他手上还有个桃啊，这里说一下，曹冲还有个桃。这许攸可能是不想打我，可能是粉丝吧，这玩意儿不针对我，这是个粉丝，就是个粉丝，他是个内奸。现在我看了，这是个粉丝，没针对我，是不是看见我有桃觉得杀不死还是咋回事？我也不知道。你别忘了，如果你要跳出来内奸的话，这个时候在拆桃啊，这个人在拆他手上的桃。我记得他还有桃吧，对吧？结果这个时候你看破不看破闪，该赌的时候又不赌了，因为排队的桃不多了，对不对？刚才我给你们算过排队桃，这个时候又不赌了，我当时懵了。你说你这看破闪是啥意思？有距离要杀人吗？然后这个时候我未卜先知的一下跟你们说一下，我说这个诸葛亮应该会犯最蠢的失误。什么样最蠢的失误？就是火攻魏国。魏国火攻的话，既消耗我一个桃，对吧？然后还要给曹冲送个牌，曹冲手上很有可能是个桃，对吧？咱看一下，多帅！火攻大雾，打我一滴血。如果但凡这波钟会能够出来，我可能真死了。当我看他手上不是桃，有意外了一些。我记得桃应该他还有一张，是被顺走了还是咋？我不清楚，完全不清楚。然后诸葛亮帮了个倒忙，啥也没做。还好没添过，没添过的话咱们就有机会，没添过咱们还回自己血，9个标记可以回自己血。因为现在回血啊，就咱们说一下谋曹丕现在技能，现在回血的标记用的比较少一些，用3个标记就能回一滴血加一点体力上限，用2个标记固定摸3张牌。先过牌啊，如果过到桃的话咱们就回血的直接回血就行了，没过到的话直接回血啊。这一个无血好伤啊，也无所谓啊。然后这时候的话直接大雾，这有个大雾啊，连一下。有人说你不怕给他送觉醒吗？不怕，这个不用怕的，放心。这时候直接杀一刀啊，用下防止他万一后面有一个人，因为这个人很有可能不会，还防止后面有人。既然咱们这时候没给他送觉醒，就防止其他人给他送觉醒。觉醒之后的话，即使觉醒之后，有人说为什么不怕他给觉醒？刚才问我有加1码，只要他们没有拆桥，他觉醒了之后打不到我，他只能使用基本牌，就这么简单。然后咱们扔一下牌啊，又给星彩送点牌。结果托管了，神诸葛亮莫名其妙托管了，这就是路人局，只有大将军才会这么坑啊，记住啊。我记得钟会也是吧，全主攻钟会，不是大将军吗？这个时候的话许攸开始控星彩了。我说许攸当时这个点就说许攸你真富裕，手上全是桃吗？把桃都扔了，排队本来没剩多少桃，你许攸还把桃扔了。我说手上是难道全是桃吗？这么富裕，有点麻烦了。这个时候我在说星彩你先杀许攸没问题，这个无懈也没问题啊，直接把桃送给我。排队真的没多少桃了，现在直接雷杀，还有 AK 过的牌不错。结果人3张杀全防住了。现在我担心的是这个 AK 啊，但无所谓，现在他防止基本他无所谓的啊。这次打的不错，这次没有烧这个人啊，这次打的不错，烧这2个群雄没问题啊。圣贤送了一张牌，杀了一刀，因为他打不到人啊，嘲讽被他摸到了。这个时候一开始有2种塔，你可以开 AOE， 但开 AOE 的话风险在于许攸杀掉那个诸葛亮。但好处是即使杀掉诸葛亮，咱们可以把废那个技能，就是废那个只让使用基本牌扔给他。但是我不想让星彩也掉血，毕竟星彩卡不住许攸的技能呀，对不对？卡不住许攸。所以说这个问题的话只能说咱们别开这个大招了，只能杀一个是一个。连一下，这时候连一下，用一个红，用一个属性杀，让他只使用基本啊，控制他的过牌。他手上是有桃的，他应该只会救自己，对吧？控了张桃，咱们不多说。这个时候的话，我就靠自己了。还是那句话，我要是不靠自己的话，我就直接那个什么，我就直接就怎么说呢？就不吃桃了。这2个人已经让我失望，又一个托管，我方也有个托管的，对吧？咱们就不多说了。然后南蛮就不开了，对吧？他也补不到刀，第2刀也没打出来，因为他这些装备啊、锦囊啊都不能过牌，只能使用基本。这也算是一种限定技吧，只是不如以前了。
但是风险在于啥？这里面说一下，我当时还是担心诸葛亮，我当时担心诸葛亮托管诸葛亮火烧一下魏国，然后把我再多掉一滴血。现在风险就在于这个 AK， 因为我没有杀掉这个内奸啊，但是重点我刚夸完诸葛亮，结果送别人觉醒了。送别人觉醒的话 ，AK 不保要出事儿的，尤其他残血摸3张牌，有可能把我们都秒了的。你看，还有星彩桃不错啊，救活了，但是人家还依旧有 AK。不过运气不错，他居然杀不够了，我不知道钟会是杀不够还是咋回事，很好啊。然后还不上 AK， 你别忘了我2个标记非你只使用基本牌，你可能这辈子上不了这把 AK 了，明白了吗？你又没有乐，直接把那个啥 AK 废掉啊。这时候排队质量不错，把乐过到了，先拆他一些手牌，废他基本，再拆一些2个标记，然后再杀他一下，乐一下他。这把牌这个过牌不错的。我当时怀疑这个星彩也是狙击的，因为他打的全是对的。就是我当时在说先杀诸葛亮，诸葛亮别让他捣乱了，把他杀掉，反正火击废掉，别把人头给钟会，他真的杀了。但是他的水平又不应该这么低这么高，为啥？他经常不去先去开那个技能。如果你不先开技能的话，你杀完之后只能杀这一刀，不管是大点小点，这是我说的。所以说这个问题就在于他很有可能是个亏平的。听见我说话，手上是有杀的，明白吗？我不知道这星彩是不是粉丝狙击啊？这个许攸是狙击的，就不用多说了。这个时候的话，因为咱们掉滴血，咱们可以回滴血啊，拆一下他的手牌。这个减一码是留下来的。有人说你要是如果单挑的话，可以拆他减一码，从此以后连够都够不到你。那有时候你为啥要那啥？因为现在我血量很健康，留个减一码勾引他打我，我把减一码拆之后废他基本的话，他只能去打星彩，星彩可能不安全，明白了吧？标记还是不够啊，还好啊，你看都是这么打。如果1次2次我可以说你杀不够，但有的时候你杀够的，你偏不先用技能，但是你又不应该能打出那样的操作，所以应该是个狙击的，我觉得，知道吧？再过点牌啊，这牌不咋地啊。这个时候有人问我记得直播间有人问我，你为啥是留张闪？我就好奇为啥不留闪呀？他有减一码我给他留的，我不留闪干哈？人还有手上还有 AK 呢，我为啥不留闪？我理解不了。所以说上不了 AK 的话，人家给你就不要给别人机会啊，对不对？这个时候不会玩，他已经忍不住了，他忍不住啊，不会玩。我很缺标记，还给我送标记呢，勾引到了。这终于过到 K 牌啊，中间过到关键牌，然后拿斧子9杀他。谋曹丕就是现在之后的谋曹丕应该是这种打法大概率。其实有一局比这个打得更好一些，但是那一局最后自己失误了，有一局我就不放了。人是什么失误？失误就是我以为翻面还是3个标记，我傻呵呵手上9个标记啊，我傻呵呵给别人翻面了，我9个标记直接变1个标记，8个标记翻面，我当时疯了，你知道？我说我居然会犯这种失误，而且打得不好那一局。但那一局的话翻盘属于，对吧？就剩我一个了，打主攻内奸忠臣，就这一局。但是这局的话我有失误就放不出来，那失误太扯淡了。Hello， 大家好，今天给大家一场那个左慈啊，是昨天打的吧？应该是我记得昨天打的恶气左慈。这把的话，有人说你为啥选左处？这武将，我想玩啊，对吧？有人说他是不是很弱？当反贼混呗，就是。正常来说，你要非要说想要赢的话，这一局。兴许晃都比他有用，兴许晃、彭样都是更好的选择。主公是个曹睿，够弱，所以咱们选个左慈。这把有意思的点在于，咱们苟到了最后和主公单挑了。咱们说一下这局他们的问题在哪儿啊？像这局的话，江面挺素的，对吧？一个曹髦，现在我担心曹髦和黄盖这把的游戏是谁的游戏啊？首先不是我的游戏。许攸能参与进去，但位置有点后了。关羽的话，低和杀不死人，如果快节奏局参与不进去的，所以这把的游戏是2、3、8的游戏，明白吗？许攸勉强能参与进去，武警的话看能不能秒人，如果能秒人的话也能参与进去。关羽的话参与不进去的原因是第一回合秒不掉人，这把节奏可能会很快。拿个落英啊，先打个曹髦，因为觉得曹髦威胁太大。但是曹髦其实也有忠臣的可能性啊，这里说一下，毕竟你是个盾主啊，对吧？
也可能有忠臣可能性。曹髦也可以配合曹睿，但是先打威胁大的是永远是对的。我当时说黄盖给我是窥屏的吗？我看 ID 也有不认识，对不对？我窥屏的吗？怎么知道给这么准呢？对不对？也许觉得我没威胁吧。这个时候，当时我说这个冰凉村段给的，我说你真的不怕威胁大的人啊？我当时觉得说关羽有可能忠臣，也有可能反贼啊。有人说反贼是怎么说？因为主公是个曹睿啊，反贼关羽开始的目标是准备打中的，他不是准备打主公的，所以说当个反贼是有可能的。重点不在这儿，重点是这个李儒爆发怎么办？你手上没有那么多牌，你下回要被烧的。所以说这两个都你可以打，对不对？结果他非要去打一个许攸，对吧？结果吴景也跟刀许攸，看不懂。吴景忠还是反呀？给我送了把 AK 啊，但无所谓啊。那你要受伤，如果他是反贼，你受伤了。许攸才是大冤种的啊！许攸真的是大冤种。所有人都针对许攸，最终还是连上了。然后关羽手欠也要给许攸，这你们都是认识吗？还是咋回事？好奇怪啊，身份都没挑好不好？这许攸是个粉丝啊，我才看见这许攸是个粉丝，是粉丝狙击的许攸。其他的看看，剩下其他人就不认识了，我今天才看见啊。一个坟城咱们看一下，扔2张牌掉个血啊，就给咱们送点牌。有人说你扔3张不行吗？没必要，咱们掉个血比较好一些。第一能获得化身，第二咱们有桃和闪防许攸。许攸的爆发，第一回扔2张牌爆发不够了。看曹髦啥身份？曹髦后卫不刷防御的，这里面注意一下。如果你要玩曹髦的话，后卫一定要刷桃子9，越多越好。而且曹后9同时再加一个杀，再加一个杀，要有无懈就更好的，这是最好的发牌在后卫的曹髦。因为你必须要激活那个就那个回血那个9尸。黄盖倒霉催的4个甲开局啥也没有，全被秒了。你是我死的最快的黄盖，对吧？直接秒了。有人说你为啥黄盖给你个桃你不救他？救不活，第一他救不活的，相信自己就行了。许攸这一套那个李儒这一套爆发打得太狠了。出一张闪啊，救不活，这个也救不活，人家还有回合外砸血呢，回合结束之后砸血。许攸是个内奸，那咱们就不确定是谁身份了，看武警身份吧。武警居然是一个反贼，武警反贼的话那就杀关羽吧。有人说武警有没有像你平时老说的，他有没有可能装身份？现在他大优，如果他装身份的价值在哪儿？你告诉内奸都死了，所以他一定是反，也就是说他一定是中啊。所以咱们输出一会儿秒他。其实我更想秒的是他，但是他不能留，明白？他不能留。为啥更想秒他？因为他的位置在反贼的前位。曹睿给反贼前位要出问题，尤其兵很可能天过。这个时候的话，直接用那个啥吧，关星，咱们找点杀。结果关星找了半天，并没有杀。有人说可以拿铁锁连火一下不？太自信了。2个桃全杀掉了，杀掉了。杀一下。有个黑色锦囊可以让送给他。然后这个时候的话可以玩空城啊，这样的话黑色锦囊可以送给他，咱们还可以空城，只要有2滴血的话就应该能活下去。现在就怕武警被劈死，我倒不会被劈死。看来武警的威胁比我大。武警要死了，只要对面有2张杀砸一下，没有桃就死了。把无懈扔掉，过一下牌，咱们关星有个加一马，有个无中，对吧？吃一个桃杀他一刀。这时候1打2还是有压力的。好消息是他血量低，坏消息是在咱们前位，相当于他是个地主，明白吗？就是他给台，他相当于是个地主，有点麻烦。不过咱们有空城还能扛一下，闪一下。有点意思。这时候上了个斧子，咱们把斧子抢过来。然后这是丈8 9杀，玩空城。还好运气不错，他的运气有点差，给的牌没有1张闪，秒掉了之后，现在我这里说一下，如果我回到2血，
我就稳赢了这一局，因为曹睿一定单不了我。但现在从现在开始，你可以看一下，我们82张牌没摸到一个桃啊，可以看一下。第一个桃出现，对吧？闪一下空城。咱们去找那个啥观星找牌，能看3张牌观星。有人说，那你应该用那个什么，那个就其中有个用装备回血那个灵操，你用灵操的话就不能保持自己空城了，很有可能。所以说你有丈八，你不一定能保持自己，你过牌是多，但是不一定保持自己空城。来控一下天过，运气比较差，观星啊，观星咱们3张牌直接被观星住，要出事了。这个时候如果对面咱们控他一张，控他点闪，把2张杀放到牌，这里说一下我做的啥，把2张杀放牌堆底，让他摸一张闪，知道吧？所以说这个时候求稳一下，把它换个9师，因为咱们被那个啥了嘛，换个9师，要了解这个武将。只要他不能连续杀的话，咱们就有机会了。装备下了一个，又被乐了，2个乐，剩下运气不错吧，2个乐全归别人，然后我到现在没有桃，就纯拿武将的强度来跟他拼。终于有一次天过的运气啊！这个时候的话可以留9，你可以有2种方式，就是赌他没有顺手。一种是赌他没有顺手，因为顺手的话，你要赌他没有顺手就要留9，然后这有个带个9师。另外一种可能性就是什么？就是单纯的玩空城，赌他没有南蛮万剑，明白吧？这个时候直接赌空城吧，一直一血啊！好消息，这个时候继续观星，我们尽量多过点牌，有丈八能多过点牌，结果还是没有，很担心啊，一直没桃，就给我加1滴血就稳赢，就不会这么纠结。但凡曹睿的话，只要有一个万剑，我就南蛮万剑排队就1张，我忘了我没有记牌的。像现在这种情况，你用毒劲的问题就在这儿，你用毒劲的问题就在这儿。你用这个问题的话，你是闪电有的可以劈他下回，拼点劈他，但重点是你可能不能攻城。打一些，希望这个闪能防住吧。如果他有个决斗要哭了，所以这个时候直接换9师啊，求个稳。这个时候再变那个啥观星，防止闪电劈咱们。结果这个时候的话，2个点，你就算有黑牌控也不行。有人说为啥黑牌控不？你把黑牌控这儿了，比如说你要杀仗杀那个八卦，那闪电依旧控不了，明白了吧？结果运气来了，这看下运气来了。刚刚他判2次黑，回桃29，闪电还有个黑桃29，不是我控的，是他运气差，没办法。咱们看看曹睿剩下啥牌，是不是有机会能破空城啊？这把是纯运气了，当然你应该在正确的时候换正确的化身，对吧？我这一直没有桃，但凡有1个桃，我都不会一直用那个诸葛亮的化身来打，我可以用其他的化身慢慢跟他玩死他。Hello， 大家好，今天给大家2场忠臣啊，有意思的忠臣给大家看一看啊，都不算是 MVP， 但是都有一定教学意义。但是呢，咱们看之前先给看一个，有人给我私信，我最喜欢你们说实话的样子啊，这个上面写的，你看对吧？我这个超快乐的，你知道吗？超快乐的。我看我的声音听起来像20几岁，对吧？我说谢谢，很开心，很开心啊！我记得曾经有个人黑我，我记得有人以前黑我说我像一个大学生，哎，他黑我都高兴的我快笑出尿来了，真的超开心，你知道？咱们给大家看一下，随便放上一局，我就看看热闹吧。咱们说说他们中的不足之处，让大家说一下。主攻选个神国家不推荐啊，主攻如果你没有开局没有爆发或者没有 AK 啥的，你神国家基本的就等于一个靶子，而且国家还不好觉醒，这是军八，这不是斗地主，明白吗？你正常还是选我给你推荐那些主攻吧。这时候位置不错啊，结果看一个神鲁素位置也没了，看神鲁素的话就想刷个 OE 还没刷出来，结果的话就一把 AK， 挺难受的。给咱们换后卫了，看看。然后我在想这是什么换法，看一下这个换法，人说是不是忠臣呀？他把8号一换成李儒了。那如果他要按照忠臣来解释的话，他为啥把张飞换到禁卫？对不对？那说反贼的话也可以解释得通，把禁卫张飞打完之后，
其他人打残他之后，8号位李汝当反不行吗？对不对？下你2张牌给你点伤害是可以的，对吧？所以说神鲁素的话可能是我嗓子还是有点难受啊，你们看我说话有点气息不稳定。然后咱们看一下，人家说比神荀彧还阴间，对吧？这个东西没有啥阴间，在至尊军8这没啥阴间吧，是正常的一局江面而已，就阴间了。哎呀，理解不了，又该消了。7号是主播，不要觉得我不理你，是我真的懒得打字，你们大概理解就行。你要认出来我还正常看名字就能看出来，我就这个名字。疯狂假面认识我，不是说我不理你了，是我真的懒得打字，你们自己理解就行了。所以说不要觉得你高冷啥的，我是真的没这样，明白了？秒一下，看能继续秒不？结果断杀了。我说你但凡有杀，再把他秒掉也行呀。2个反贼开局也秒掉了，但是这把问题就在于这个 AK。如果有兴趣的话，可以看看，这是排队最后一张 AK 了。文鸯的话很需要 AK 的，张飞在这个时候跳中了，当然有可能白银杀不进去，认为鲁肃是中，咱们不能100%确定他什么身份，但这个 AK 不应该挂了，知道吧？不过好在你的血量够多，咱们看一下，顺了个装备，对吧？这明显能看出来，这一个反无懈的时候我就看出来他肯定不是拆乐。有人说为啥你知道？他反无懈说明他认为他要拆乐，说明他是个反贼，他跳的是未知身份，也不能说100%反了，但是忠诚的概率是有的。他跳中内，对不对？也就是说他拆的话，他拆这个敌人的概率比较低，明白了吧？所以说完全不用在意。这时候黄盖还被乐了。开局的话，反贼没有做任何事情，损失了2个反贼加半打反贼，再加一个半打反贼，明白了吧？这时候2种打法，一种是清他的就为打伤害，但是他是骑着盘星2，我想要先杀他一刀过一些牌，然后再说决斗的事儿。所以说用我这种打法，以过牌为基础。没拼输还无所谓啊，这个时候如果他拼输的话也是赚的。第一清他的牌的话，第二咱们把桃可以用出去，完全没有任何问题。张飞要死了感觉，给张飞加个伤，如果过上桃子的话还能活。看来没有，杀我一下，看他砸谁吧。这个时候啊，不要减伤，不要给他减伤，因为你已经确定文鸯是内奸了。现在就看主攻，主攻就算不稳的话，应该把 AK 顶掉。只要他用 AK 杀掉黄盖、李汝，就赢了，把 AK 顶掉就赢了。剩下的还好吧，他能杀掉不？一个决斗，通城变4排，对吧？末日4排，加个伤，没想到人家过到个9。那就有点麻烦了，这个时候应该顶掉 AK 啊，有斧子不顶，对吧？我有点绝望。现在只要打中他的话 ，AK 到手麻烦了。这就是经常遇见，你打得再好，你的队友是太傻，没办法，就是减个伤吧，不让他多拿一个装备了。唉，要血就行了，防他那个啥。得亏换了一套牌，吃个桃。再杀一刀，发动技能闪一下，能看懂吗？这东西放弃了，躲攻一下。还想顺手，这个打法不对啊，他这个打法，但无所谓啊，总感觉像是奇奇怪怪的。结束了，我还添过了，我觉得我现在嗓子还是比较难受啊。他根本不知道威胁大小了。说实话，要是我的话，我直接就杀文鸯了，因为我的血量太多了。司马孚就算是内奸，他也打不过觉醒的陈国家的。只要把这俩人处理掉的话，文鸯是必死的，知道吧？我们再看一下一局有意思的啊，这局的话不多讲，你们看。有人说要看一下这局，我的话尽量声音轻一点，因为我现在嗓子特别难受，都控制不住自己了。很罕见啊，别人在我的面前玩刘璋啊！我说了，你们不会玩就不玩吗？事实上也正是如此。这有个雾突骨，我看呆了。
2个废物武将，1个废的2个废的。有人说你为啥不玩刘璋？因为那会儿有个谋曹丕在，谋曹丕废技能在，刘璋需要第2回合爆发的，谋曹丕废一些技能，刘璋就废掉了，知道吧？所以说对于刘璋来说的话是很恶心的。曹髦啊曹丕只要废技能，第2回合没爆发就要出事儿。没刷出 AOE， 其实也没想刷 AOE， 毕竟后卫嘛。开局的话 AK 秒了2下，200 AK 都出来了。然后这个时候陆逊这个还没改的，这个是还没改的曹丕啊，是昨天打的，结果没打死，搞笑来了啊！曹丕不锁技能翻面，也行。我当时看他顺手牵羊，因为有个时间条，我说这顺手你就能发现他肯定会把 AK 藏起来，我不让你顺手。智商的问题是啊，乐我干啥？因为我选群雄了，是不是就乐我？还乐个司马懿，司马懿不好乐住的。这把主角是主公和神司马懿啊。神司马懿还改一下我，对吧？我不知道他俩为啥要针对我一个神陆逊，这俩肯定不是一个国家一个阵营，对不对？但是他为啥要同时针对我？我只能怀疑是可能太害怕我了。是我选个神陆逊你都怕呀？不至于，真不至于。骆统觉得曹丕是队友是吧？张春华是个废物，不用管他。这时候盯着主公杀，主公没啥事儿。正常来说，如果他有杀的话，因为他有张明 AK 嘛，记得吧？他有杀的话，应该拿丈八杀一刀之后，再去普通杀，再上 AK 普通杀一下，这样至少能打曹丕2滴血。结果他只能杀一刀，这玩意儿曹丕被你这样浪费标记的话，好亏啊！非给用3个标记。不过以后也没有这样的曹丕了。大家且玩且珍惜吧。我倒是还有个存稿，有时间把最后一个存稿给大家放了，老曹丕的存稿。这个时候你看联营给了曹丕，这陆逊说不定是瞎打的，我还以为他是忠臣呢，真的，结果说不定瞎打的。咱们看一下，把 AK 藏起来，没有完杀不好杀的，还是。这个时候你看一下连一下主攻，我当时我记得直播说一下，有可能是装身份的内奸，有可能是内奸，对吧？有可能是装身份的，咱们不管他，就为了杀死曹丕嘛，咱们不管他，反正这个还是神司马懿的局了。谋陆逊也死了，我不理解谋陆逊反贼为啥要针对曹丕，可能就是曹丕太强了吧，他觉得。这个时候又开始给主公无懈了。咱们第一个军队标记出现了，直接杀掉了，又死一个。神司马懿很刺激，对吧？直接还要拆我一下，无懈一下过牌是吗？没事儿，不闪啊，因为有青龙刀，没必要闪。如果他杀咱们，没啥问题。然后这时候砸他一些血，他直接翻了主公。砸一下，翻了一下主公，主公翻坏面了。然后这个时候火一下他，就属他威胁大。因为我玩刘璋知道怎么玩啊。刘璋的话不怕神陆逊，也不怕乌图古，随便打的。只要司马懿不管是忠臣还是什么死了之后，游戏就结束了。如果是我的刘璋的话，只要刘璋回血就行。还有白银，结果还打我一下，打吧，没事儿。也许很多傻子会告诉你说是刘璋怕必中武将，我军队也能必中人家。我不知道是谁告诉你的，你也看必中是谁。如果是谋黄盖这样必中的人有大过牌没问题，像神陆逊这样的他真不怕。没事儿，咱们直接变成单数标继续砸他一下。把他的装备下干净，不让他手牌变少一些。废备直接下他装备，再杀一刀。
主公还不去杀神的司马懿，对吧？这杀不死的这样杀，希望主公续报。这主公还要救一下。他认为他能单挑得过司马懿，他这么认为的，他是认为的。你的血量不健康，而且我们是两个连破，知道吗？你单挑不了的，正常来说。这时候他说话是跟谁说？有个旁观的粉丝在这说，这不嘛，在这说刘璋为啥不杀司马懿，对吧？然后说你也是懂上了，对吧？在这说这话。毕竟路人局嘛，路人局不会玩很正常。我一般不跟别人说话的，你们也刚看见了，他打的好与不好跟我都没关系啊。这个时候还乐一下，慢慢打就可以了。刘璋现在唯一的机会就是多刀，有 AK 啥的能杀掉他，否则一点机会没了。被翻了，对吧？有人说这个时候我当时就说这是刘璋能赢不？我说难赢刘璋。有人说司马懿单挑强吗？不是单挑强，主要有个人头啊，明白吧？他妖狐的还是群雄，而且又没妖狐属国，不好打的。看乌图谷能撑多久吧。尤其有闪电，还好闪电没劈刘璋啊。这样一直玩下去，翻主公，主公要出事了。看这运气，又翻一下主公，对吧？有人说这刘璋能赢吗？看完再说。刘璋自己不玩的，结果人司马懿是个忠臣。我倒是也能理解司马懿啊。首先我不推荐你选个威胁大的，但其次的话，我要是刘璋肯定硬吊牌我也杀你，因为你对我产生威胁。剩下两个人我随便打。你觉得乌图谷能打过刘璋吗？还是说我一个神陆逊能打过刘璋？你死的是最好的，明白了吧？这是经常能看见的，一群人不知道打威胁的，知道吧？所以这两局给大家看一下。不是一个卡牌游戏，怎么平衡？主要是这个游戏冻结是啥玩意儿？你看完我跟你讲啊，冻结啥？第二武力包武将回收，获得史诗宝珠51个，同时该武将的经验，就咱们为的培养单那些东西，你获得是500将力，武将500将力全部被冻结。然后之前还有一个小礼包、小表情包，插出去那个谋曹批的不可再使用。如果你是正好因为这个武将500将力是升到官阶高的，那这个时候官阶的将力会降低，对吧？然后这个武将皮肤仍保留是肯定的，也不用想。也就是说你的培养端就是白培养了。我也是大冤种啊，但是我四星培养单白培养了，好伤心啊，但无所谓啊。咱们看一下，标许孙权要比标许数强，那很正常啊。标风时代就那啥，以前的竞争巅峰赛做怎么样？垃圾。竞争巅峰不就是垃圾吗？还说啥呀？我玩过一局之后就不玩了。我看一个选了一个标曹丕的人拿那玩意儿补牌的时候，我就不玩了。然后当时还有人洗呢，你知道不？人说你刚玩，你多玩，遇见高手就好了。无所谓，这个事儿咱们就不多说了。那玩意儿跟普通群马差不了太多，而且是军争巅峰的话，那属于怎么说呢？哎，咱们别讨论这个话题，讨论那个先谋曹丕这个点啊。礼包仅可选择一次，选对了礼包之后，我将无法改变。请于2025年1月前往武将详情页面。这个现在有了吗？这我咋没有呢？是我没升级吗？等会儿，我这个是什么武将详情？明天是吗？好，明天是吧？然后给升级。然后这个东西调整前，这已经确定了啊！你看我说对没？这个东西就是拿水来试深浅的，你知道不？其实人家早就调整前，不是在这在刻意说，哎，你们试一试这个能不能用？人家你知道为啥现在出这个公告不？出了几天那种事，因为这个热度太高了，知道吧？狗卡不敢闭了，你知道他本来准备把这个热度炒低，弄低一点，偷偷的削一下。哎，这样的如果你没有啥热度的话，我就连赔偿都没有，你知道不？那不是最省事儿吗？你们可能都不知道，狗卡调整这个东西很麻烦的，对于他来说，在后台他不在乎给你多少的钱，他在乎那个调整后台挺麻烦，你知道不？要不麻烦的话，他就不会把武将经验什么等级冻结了。狗卡这些人也是懒，知道吧？然后这个时候你看啊，
调整前的技能是这个，对吧？永远记住这个技能，对吧？我把我的素材存稿赶快放了，某曹丕，要不就没了。今天不就放了存稿吗？然后这个东西就不多说，调整前的技能就这些了，对吧？调整后，对吧？增加了一堆标记，咱们就不多说了。如果说你们喜欢那个某曹丕啊，比如说我还是喜欢，也不是完全不能玩，对吧？就也不是我要非要给说一些不公不公的话，不是也不能说完全不能玩。但是你拿它当主攻的话，就靠运气吧，靠运气赢吧。就是说你开局，比如说，魏国选的多一些，比如说魏国多一些，比如说，对吧？有傻子魏国选一堆选魏国的，然后标记不怎么缺，对吧？然后你至少能够废一次技能，或者说废一个翻个面，有这种机会，对吧？如果说这局的话没有魏国，那这把的话应该就没有什么机会了，明白了？你只能去靠那个情商来去，要不就回血，要不就摸牌，是吧？就靠这个，能明白吧？怎么说呢？这个东西自己看，这个不能说白煮吧，就是说你看怎么玩吧。这个东西，反正我是肯定。你们刚才问我选哪种的，就什么选哪个赔偿方式？礼包2吧，我不在乎那点武将经验了。我武将经验，反正每个星期都领了那个东西，培养单4星经验扔给他，对吧？然后我直接把武将扔给他，然后获得51个宝珠。然后的话我就等啊，这里面说一下，可以换曹髦，曹髦也要学，你信我。曹髦可能也要削的，因为这个废技能曹髦变简单了，对不对？曹髦削的时候再给你赔2宝珠，对吧？狗卡肯定是这么想的，所以说多玩一玩吧。你想玩曹髦或者曹丕，那现在多玩玩无所谓，对吧？对，我削了之后再给你赔偿呗，人家这个呗，就这个。有人说无所谓是吧？那以后你们有人当时我看那个有些人评论说无所谓，什么曹丕畜生啥乱七八糟的，我都不理解这些小孩们到底是他们的智商是什么样的，他们智商是不是不大于80？我感觉那没有接近人类的平均智商。你现在也知道什么路人局为还那么多坑货了吧？重点是他们根本没理解啥意思。以后的话就是我以后也不会特别说是我就是跟你们说推荐什么武将了，因为狗卡已经开了削弱宝珠这个技能的先例了，明白了吗？已经开了这个先例，既然开了这个东西的话，不管是几个月后几年以后，如果影响到他后来新出的武将之后，老武将依旧可能会被削，除非这个武将的价格特别贵，你明白吗？除非这个武将的价格像神荀彧，我觉得神荀彧不会削，相信我，神荀彧不会削，因为它价格足够贵了。但是如果说无所谓，这个无所谓，它削弱的什么曹髦好像150道削弱不削弱都无所谓，我曹髦曹丕都有，我都不在乎。所以你为啥不在乎？这俩武将都废掉，我正好可以玩那个什么，玩那个我的那啥，我的刘璋，是吧？好久没玩刘璋了，你知道吧？重点不在这儿，你们要注意，重点在于这个游戏你们要考虑到，毕竟有一些小孩嘛，他们不懂这个削弱带来影响，对吧？就像我以前说过，要团结起来的话，他不只说给你赔偿这种方案，那团结起来的话，说不定还能赔偿到金钱的，对不对？但是，狗卡看见阴兵不够了，那些萌新又比较少，或者萌新的脑子可能也慢慢的洗不干净了。毕竟现在年轻人的话也会上网，对不对？也能看到有些人真正的人在说什么话，所以狗卡会策反一些所谓的 UP 主或者主播，会找你来，对吧？我这几天收到好几个，你们去，如果不相信，我甚至可以截图。如果要做这个视频的话，收到好几个就是说微信要加我微信的，说是要和我合作，说是要他的意思就是说不是啊，当然没说是和我合作，只是说什么就什么分发我的视频，对吧？但是为什么谋曹丕，对吧？这个削弱这个点上这么多找我的四五个，我没有点名隔壁，不要瞎说，我没有点名，不要再扯淡好不好？我没有点名，了解吧？反正一堆就是我，如果你不信的话，我可以给你看微信。这个东西你们应该信任我吧？我是实在懒得截图了，我是真懒得。我给你大概看一下，我记得有几个人啊，我给你看一下我这微信上有几个今天的，一共是我看一下新的朋友，一共是1个、2个、3个、4个，一共4个。一个是上面写的是 QQ 短视频，一个是快手燎原计划，一个我说是什么产品，人不理我，上面写的是个罗杰，然后人是我说他要和我合作，我说你是什么产品，他说不理我。然后还有一个是叫 CC 的，叫什么生活号代发之什么之文什么，我也不知道是什么意思，反正。然后就这几天，就是我谋曹丕这几天超多找我的，反正我再说一句，我很懒，我连加都没加他们，我就是单纯的就是回复，就用他那个就发过来那个消息，我直接回复过去，啊，我不知道什么文化，你别跟我说这个，咱们就说这个点啊，我会选择礼包2，明白了吗？我会选择礼包2。曹丕的话，我说实话也没玩多少局。
真的，我素材也就是存了那几个素材。其实我曹毛反而比曹丕玩的多，不过曹毛被削也无所谓，看吧。我倒是觉得我要是获得这50多宝珠，我一开始准备想了一下，获得这个史诗宝珠买啥？咱们回到游戏啊，想买点啥？我在想，说不是我正好缺忠臣将吗？黄盖、文鸯这样都是我缺忠臣将，我的号上缺忠臣将，正可以换一个。主攻将的话，我太多了，主攻将我完全不在乎。甚至如果我喜欢的话，我想要玩那个谋孙策。如果你们缺主攻将，我这里给你们来先说一下，给你们回复一下。如果你们缺主攻将的话，首先可以换曹毛，曹毛可能也要被削，然后他还有补偿，如果有补偿的话，曹毛也被削。你这是个名阳谋，你就等曹毛被削，然后多给你赔点珠子，了解吧？还可以再退掉，先玩上一会儿。然后如果说你不想，我说我不想削，我也不想占便宜，我是个高尚的人，对吧？高尚的傻子，对吧？那你可以选择，我又没有主攻将，军阀至尊军阀，那就谋孙策。没有主攻将。如果说我有主攻将了，我有反贼将，大部分人都有反贼将嘛，缺内奸和忠臣将，这很多人大部分是缺内奸忠臣将，包括我在内，我经常缺忠臣将，那就是谋黄盖和文鸯选一个。当然了，如果说你没有那个都尉，选个都尉也是可以的。能明白吧？能理解我说的意思吧？行吧，这个东西我明天再把这个视频直接放出来，我省个事儿，免得我再去讲。